第二支 Roja 帮大家带来什么？1819吗？对，哎，真的年份有到1819吗？没有，这是他门牌啊。哦1819门牌对不对？门牌啊。柏林顿是不是？对，柏林顿。柏林顿。柏林顿，吓到他可能听过柏林顿啤酒啦，啊，那个黄色瓶子那个。哦，柏林顿啤酒，柏林顿，哎，大家没有听过柏林顿1819？没有，这就是它的店香啊，就是你去它总店一定会闻到的味道。是，就人家说他的人家说34号就是 Dipty 的这个，对，没错，它也有店牌号嘛，它也有店香，然后那个都灵是那个西爵夫的店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1819是罗杰杜夫的店香。OK， 好，那它的造型就跟刚刚那只就有点稍微不一样了，它就恢复到它传统的造型。是。那有没有308号的店香308号是什么挖沟？好，那如果它也是一样哈，打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是，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帮忙我们按个赞，好不好？让这个 YouTube 可以分析一下，知道说这个影片，可以推给更多的喜欢香水的朋友知道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哇，它这一次打开的方式是不是都不太一样？这个系列好像这个系列好像都是这样这系列都是这样。传统都是它躺在里面。哎，对。哎，而且我想，它这个还有一个都有，对，你不要给我撕掉。来看一下镜头，哇，有呢，而且这就是它的门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门的造型？拱门啊，对不对？拱门啊，哇，这个亮晶晶的在镜头前，就是特别的好看。好，那如果这个膜可以撕掉，其实就更亮了哈。但是主人说你不要给我撕，嘿，好，所以还是适合他换你一只啊。对，这个拿来当试香好了，对。来 OK， 好，然后你看它就回到传统造型，一个四四方方的，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杉木，应该都是这个瓶子啦，哈，杉木都是这个瓶子。那我们来闻一下店香好了。那水晶从刚刚的蓝色换成了白色，传统的白色。OK。好，特别要介绍一下它的雾化器，你看多么的几乎几近完美。把它喷了吗？来喷啊！你看有哎，别浪费，赶快！几近完美。哇，它的那阻尼手感非常好。阻尼手感非常好。这一支是花香吗？花香木质，果香了，前面真的假的？而且还有一点调酒的味道，闻起来，它这一支特别舒服哎。对啊，拜拜。我可以说这个有芭乐的味道吗？芭乐叶可以啊，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俄罗斯茶也有芭乐的味道。俄罗斯茶有吗？我记得是俄罗斯芭乐哦，对，还是芭乐，不是啊？就那个啊，面具的那个啊，对啊，有一只啊，闻起来像芭乐啊，有哦，忘记是哪一只了，忘记名字，好像不是俄罗斯茶，忘记了。哇，这个果香有，哎，我喜欢这个味道哦，所以它的定位这一次下放的系列，我觉得定位的非常好。刚刚那只就是海洋香调嘛，然后就夏天，然后这次就进入到了果香，天哪！那如果刚刚我讲一句，如果刚刚是雪碧 Sprite， 那我觉得这一支是那个舒跑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是灌了气的舒跑。对。哦，你觉得有灌气因为舒泡感？跑是就填电解质嘛，对。那这个是有打气的，灌的，对啊，灌。这气泡水啊，气泡水机做出来的舒跑。对啊，对，真的，我这样形容不是胡乱嘛，对不对？你又闻得到嘛，对吧？不是。那豪哥觉得嘞？他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果汁的感觉，那种果汁，对果汁的感觉，那个葡萄柚特别明显啊，然后它那个葡萄柚也不是那种会发腻的那种，因为它还有加其他的，让它不要这么的腻，就是跟一般的果香调比起来没有这么的腻，对，好，不要那么腻，然后它带来的是一种清爽感，就是水果的清爽感，是。哇，博君刚刚你在讲的过程，它这个
面部表情有18种变化。对啊，对，我就跟杨丞琳跳舞一样啊。杨丞琳跳舞，你最近没有看新闻啊？没有啊。他跳舞的时候那个表情就像编京剧一样。OK， 好，那伯君说说看，现在这一支。那豪哥今天拿这2支来，都会有想喝掉它的感觉。你看我刚刚一直拿这个起来喝，就真的是不得不说哈，因为我是第一次买罗角他们家的柑橘调，然后我觉得这厉害的是他做到会让人真的会想要畅饮。对，所以整体上的这种，我觉得舒适度啦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因为柑橘调一般来说我们在闻它的时候，它的我们像这个橘子嘛，橘子皮或葡萄柚的味道，其实那种酸涩的感觉通常会做得很重，然后呢也会很爆发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哦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尖锐啦。当然夏天这样很过瘾没有错，那酒会蛮腻的哦。对，但这个不会，这个就是你会一直，你就是想喝嘛，你就一直想喝它，是停不下来的那一种。是，所以不得不说，他在处理这种东西的平衡上啊，是绝对是最高端的，真是很厉害。而且香材超多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哇，看了一下，这个至少我不想为难你，所以不想让你念香材了。对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嘛。没有啊，它的丰富。现在换我讲一下，对，换我讲一下。来，你说。作为一个电香它的应该讲，对于没有接触过 Roja 产品的人，然后你又不想买古龙系列的人，好。然后，这个我可以讲是最好的选择，它的好感度120%，是120%，任何人闻到都不会皱眉头了，应该是这么说。我想我们3个都是盲，我们2个盲买，对，但是你也是第一次闻到，对，一闻那个好感度真的是满点，满点。但是你还是要我念一下，那就念吧，好啊 ，OK。淡香精哇。来，它的前调，它没有中调，它只有基调而已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葡萄柚、青柠、薄荷、苦橙、橘子，那基调是莱姆酒、生姜、烟草、龙涎香、麝香、克什米尔木、小茴香、肉桂、象台、广藿、香草、安息香、雪松、藏红花、劳丹枝。这是一罐 Roja 会把所有的香材满满的呈现给你了哈。他又在开始炫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炫技，对，就是我还是必须说，因为很多人接触这个品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它的香材实在是已经是加到满了。对，那很多人如果盲买，其实基本上是看香材，因为这个香材你实在是想象不出什么味道。你知道吗？就是 Roja 的特点啦，应该讲的特点，就是你看香材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呈现出来，因为那个超乎你想象的空间嘛。这一定要亲自闻到才知道。所以其实很可惜，因为它在台湾没有人代理，那也只有你这边才会有，才会有。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虽然它这么多香材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大概2个主要的基调是什么？以现在前调来呈现，以什么为主？前调我在忙。哦，你在忙。好，那前调没有，前调是果香调，前调是果香调。果香是柑橘吗？应该算葡萄柚啦。葡萄柚。我个人闻到薄荷蛮重的。它薄荷的味道蛮重的。你一直近闻就很像在闻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薄荷棒，你知道吗？是的感觉，所以很醒脑，然后很真的就夏天啊，夏天王无敌啊，这个夏天用绝对是无敌啊。是，而且它是淡香精对吧？对，淡香精嘛。所以我们是不晓得它的持香能力到什么程度啊。以夏天柑橘香水的寿命来说，大概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那Roja他们家的香水做起来低调感十足，是，但是持续能力啊，我们要测试它一下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回来再试看看。OK， 好啊。那如果以前调这支，我觉得慢慢的那个薄荷的清香慢慢飘散过来了，而且它的薄荷没有牙膏味哦，不要以为薄荷对，我正要讲它的薄荷，你不要联想到以为是漱口水牙膏，不是 ，no， 它的薄荷加上了麝香，所以这个凉感又带了一些性感贴肤，越来越厉害。感受一下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。那
所以它其实今天我们拍的这2支都是一个，以好感度来讲，都是会名列前茅的一个产品啦。嗯，但它还有很多独特性的产品，但是那个就是它的独特性跟它的价格成正比。是，对，因为它最贵的是8万5吧，1瓶。好，里面好像有金箔，是不是？对，里面有金箔。要修，那好，那我先问博君，这一支你觉得用在什么场合跟什么时间点是？我觉得跟刚刚我们拍的那个 Oceania 差不多。就是它是我们刚刚用2种饮料去形容它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一样都气泡感45，这一支气泡感更强，它是强气泡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支需要更热，炎夏7、8月正热的时候，然后如果跟刚刚那一支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刚刚那一支会比较稍微不用那么热就可以了。是，因为这一支真的是排山倒海而来那种感觉。OK， 强烈。好，那豪哥嘞？因为它其实是把电箱拿出来做一个产品嘛，对，所以它第一好感度一定是满点，那再来就是接受度也是满点。是，那你说什么季节用？当然，我觉得应该4季都可以用吧。我觉得4季都可以用。对，就你4季跑去他店里闻到的都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对，因为你要想一个电箱，就像 Diptyque 的34号，就你一走进去啊，这个味道马上就抓住你了。对，让人家马上直觉联想，这就是 Diptyque 的招牌，对吧？对。那我想他这一支敢用他的门牌号码，肯定是他的招牌了。对，而且你就不会忘记去了伦敦，就是找柏林顿1819，对，去闻闻看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味道。对，好建议。那下回我去英国的时候再来去探险一下。好，那我们1819哈，189，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，待会回来再看这一个1819最后怎么变化哦。待会见，拜拜。1819 Roja 后调回来啦。嗨，豪哥，后调 Roja 1819，镇店之宝就有一点，对，镇店之宝，对，它的木质香调就开始出来了，它有点木质香，对，在我身上现在是有点木质香调，那也有一点点烟草的味道，是，我也有闻到，对，那我还有闻到有一点绿感。绿感有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闻到叶子啦，薄荷当然是持续了哈，但是我觉得绿叶感算是越来越明显哦。那这个绿叶有一点点，可能因为烟熏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绿叶已经不是这么的鲜绿，它是比较慢慢干燥掉的绿感。我不晓得这样的形容，大家可不可以再想象一下？它不是整片的整个都是绿色新鲜的哦。它是有一点干燥，已经渐渐的枯掉这种绿感。这个它应该是，我觉得它是牛刀小试，把它最适合的副旗香调拿出来，所以香材很多，然后各种面向，它都有兼顾到一点点。所以因为它香材这么多，所以我相信这支又在我们3个人身上大概是不一样的味道。是哦，所以这就是它很奇妙的地方，也是推荐大家来试试。OK， 好，那博君呢？这一支目前后调在你身上，我的薄荷还是蛮重的，就像你在嚼那个薄荷叶那个味道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很重，然后还是这么的飒爽，你知道吗？畅快的感觉。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完全为了炎夏而出现的一个味道啊，因为只有这样子的味道有办法镇住那种夏天的那种烦闷感，燥热的烦闷感。而且通常啦，这种前面薄荷味道这么重，它其实到我记得上次我闻到这样子的是那个橘郡的那个 Someone Like You。哦，我知道。像你这样的人。对，所以它有点像调酒的那一支嘛。像 Mojito 那一支，对。然后是这样，那可是那一支转下来之后，后面就会变成柔美花香嘛。然后这支到现在，我还是会觉得它的这个薄荷叶的味道是。存在感是真的是很强烈的，所以比较下来的话，但我不是说这2支是同样的香水啊，我是说比较下来的话，我会觉得如果柑橘的这种呈现可以留那么久的话，那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对，代表它香精浓度用的真的是很够的，很高的，对，是。那以我现在来说，我是薄荷加上刚刚的比较
比较枯掉了这个绿叶感，好，它带着一点萧瑟，那又有贴肤的麝香在里面，薄荷加麝香，这个组合就是既绿，然后又贴肤又性感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夏天这种带着些微性感贴肤的香调在身上，这个会让你贯穿一整天，你都不会觉得腻呀。好，那这是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个后调的呈现啦。当然，我觉得现在应该也不到完全的后调了，它还是会继续走啊。因为这种，其实它的我觉得还是算负其香型，只是它只是为了产品的定位去做了一些调整，但总的来说，它也是一个负其香型，所以它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走，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让它走到完了，那可能是老板后面之后后调的部分再补充上去的，对，再补充，但。光是前调跟中调，前调我们好像3个人是差不多，但一到中调，你看我们3个完全说法就都不一样了，都不一样。说法，我们闻到的味道就各为迥异，就是完全几乎是不同的味道，所以这就是它一个奇妙的地方了。对 ，OK， 那豪哥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嘞？负奇还是？我觉得应该算是果香调，以前面那个多汁的葡萄柚，然后又不带腻的感觉来讲。会是给你的第一印象，我觉得还是以果香调，是对果香调，果香调，对果香调。好，那果香0到10，你给它几分？果香调这个还蛮特别的，这个又不像意大利的那种果香调，这我也给它9.8分好，9.8分。好，那还是输在这个价格太高了。但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下放下来，其实跟很多品牌已经是side by side 的去做一个。PK 了，但是它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，会跟我们之前买的那些，比如说像 Queen 的 Amorge 啊，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，细节肤啊那些，对，是，因为它本来是自己在那个金字塔顶端嘛，但是它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试到它的产品，它稍微下放一点，下放一点，这些都是一级品牌的，他们就作对厮杀了嘛，对，因为它还是很有它的。特色，对，还是用它的特色。好，那伯君呢？伯君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料？柑橘，哎呦，你还是把它定在柑橘，蛮柑橘的，非常柑橘。是，对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组合嘞？最多就是负奇所以我觉得柑橘因为前面呈现很重啊，所以我觉得我闻到底都会觉得它是柑橘。OK。好，那这个调性夏天合适夏天的0到10，你会给它几分？这个10分，10分，哇，这个10分，好，那说一下10分的原因哦。因为他在那边笑啊，他觉得我等下可能去仓库那边捞。对。他通常上次做这个事就对，然后下播完然后就对，然后直接带一支了。对。哦，压力很大，你应该是有啊。没有，10分的原因，说认真的啦，因为瓶子真的很漂亮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味道质感绝对是一流中的一流。然后我补充一下，因为他有收电箱的习惯，你看西决肤的电箱他也有收，DIPA 的电箱就不用说了，他大概是最早收的。对，怎么可能错过 Roja 的电箱啊？是吧？你好像行销部公关，怎么可以错过 Roja 的电箱了？是不是 ？OK， 所以这10分有因为电箱给你加分的原因吗？对啦，一定有啦。它评比我们买东西，然后一定会有。众多评比嘛，价格、味道呈现嘛，包装嘛，反正就是各种东西扩散起来嘛，持香啊，对啊，精神象征，对，电香就是一种精神象征，对不对？这走进去真的会震撼到啊！它如果我们一走进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的话，那因为它香氛机喷出来，我们应该会被震撼到，对，对。如果我们没有闻过这一支，就光走进去，想象一下，对你这样讲，我真的越来越想要去这个柏林顿1819，对，1819。你说它贵吗？它也不贵啊，然后品质方方正正的，这样漂漂亮亮摆在家里，对，所以
10分是当之无愧啦，对啊，这是一定的啦。那好了，等下让我去看看还有没有谁，好不好？你弄。那这一支我觉得最特别是它前后的变化也蛮大，跟刚刚那一支真的是一样的走法，就是前面我老实讲，我觉得有点芭乐的味道，又有点果汁。那我们再更具象一点，变成是舒跑带的气泡感的舒跑，对不对？对，强气泡舒跑。对，那反而到中后调，它这个薄荷跟麝香的结合，那我现在又呈现带一点烟草，那这个组合就是很特别，烟草烟熏感这样子，就很性感。所以我觉得这支电香的后调，我觉得又比前调更漂亮。我喜欢这支后调，我给它10分，我也蛮喜欢。说实话，可能是麝香，我就会给它加分。夏天带着舒服贴肤，想象一下。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帮我们带来 Roja 镇店之宝这个1819。谢谢哥帮我们带回来了。对了，对了，他介绍我们才知道要带回来嘛，吼。不然对啊，不然我们怎么会舍得拆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啊，感谢分享。好，应该的。客气。那您还有什么要还有好结尾几支，还有好几支，我们再慢慢一起镜头前跟大家分享。没问题。谢谢两位今天来。你要补充啊？没有问题。我们再继续把其他支介绍。对 ，OK， 好不好？非常谢谢两位，很久没有一起在同一个镜头前看到你们了，下次再一起来喽，拜拜。